这是未来人的婚房，里面不仅空间足够自带空调，最主要的是他还防老妈。这一切还要从某天放学说起。大雄翻遍了书包，愣是没找到发泄的试卷。老妈断定大雄是个撒谎的坏孩子，让他自己好好反省。天昏了地暗了，彻底毁灭吧！母子间连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？可就连蓝胖子都不相信大雄，这彻底击碎了大雄最后的防线。他决定来场说走就走的离家出走。可看着外面暴雨连连，外加听说老妈今晚要做大餐，大雄弱弱地问道：“离家出走可不可以只出走不离家？”这部语言文学玩得相当妙。蓝胖子拿出蜗牛屋，别看这屋子形状有些怪，却是个很棒的私人空间。只要把屁股放在入口处，就能让你全身骨折。骨折未死的大雄为这个空调大床房给出了5星好评。当老妈再次前来兴师问罪时，就看到了当起缩头蜗牛的大雄。老妈慷慨地表示，只要你道歉，一切都好说。可大雄死鸭子嘴硬，一个闪现回到了壳中。老妈也想开启说教模式，可这个壳是完全隔音的，无奈只好转身离去。而有了外壳加持的大雄，现在走哪儿都相当自信。他来到客厅，清光了老妈的下午茶，并在老妈放大招的前一秒成功躲回壳中。老妈本想暴力强拆，可这东西连原子弹都无法轻易破坏。结果大雄还蹬鼻子上脸，在老妈背后撒欢打野，一路拉仇恨，还美名其曰女足当路的行军路线。老妈被气得出门遛弯，而大雄守家的样子惊呆了一众路人。你就说好好的一个道具，一到大雄手里就玩出了阴间的感觉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快递小哥前来投递，大雄成功进湖后，甚至考虑起通知伙伴自己搬家的事情。可消息还没来得及传出去，大雄变成蜗牛的样子就被虎发人撞见了，两人不禁发出了致命感叹：大雄这是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慢呢。大雄有防人不怂，反口激怒二人，喜提了二人足足981拳，可虎发二人都累成炸毛了，大雄却毫发无伤。于是两人决定释放组合技特级双人拳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两人走后，天空下起了暴雨。回到家的老妈于心不忍，可大雄却强硬拒绝。老妈也算是服了大雄这个老六了。蓝胖子也不曾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，于是他找到大雄，希望他可以见好就收。可大雄作为智障少年，认为自己有挂稳赢。与此同时，静香来到大雄家，听说夫君住进了两人未来的婚房里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静香用爱的声音呼唤出了大雄，而后归还了从大雄这里借走的笔记本，而笔记本中赫然夹着大雄的卷子。这下真相终于大白天下了。意识到误会了大雄的老妈主动认错，可大雄果断拒绝，因为这波无形的伤害已深深伤到了他的心疤。大雄人小点子多，就要跟老妈谈条件，比如不用学习想躺平，一天还得管3顿小烧烤。岂料这么苛刻的条件，老妈竟然答应了。可当大雄从蜗牛屋中出来后，老妈反手一把夺过试卷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考个0分还敢谈条件？所以说，静香为何会跟考0分的大雄借笔记呢？